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优乐频道。相信大家呢都知道，亚马逊呢是全球最大的一个电商平台，有非常多的人呢都想在这个里面来开店。亚马逊呢，它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商平台，它吸引了非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商家进行入驻。在许多品类当中呢，我们中国的卖家的数量已经占到了50%以上。今天小鱼呢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来注册一家美国的公司，并且呢通过这个美国公司呢来开设一个亚马逊美国站。那么这里呢可能很多朋友会问，为什么我们不用中国的公司去注册亚马逊，而要用美国的公司呢？那么这个亚马逊美国站呢，业内普遍认为存在一定的一个倾斜，这个观点呢准确性仍有待验证。但是不可否认，使用美国本土的公司注册的亚马逊店铺，能够解锁更多的销售类目的权限，那为我们商家的话提供了更广阔的一个天地你的空间会更大。另外呢，注册美国公司呢还有几大优势。那么第一大优势呢，就是可以提升我们的国际形象。那注册美国公司呢，能够提升你的企业的国际的法律的地位，那么就可以为我们的企业打造国际化的品牌提供支持。同时的话，还有助于扩大市场的一个占有率，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二的就是可以免受外汇管控的一个影响。那美国的话，它是没有外汇管制的，那为国际贸易的话提供了极大的一个便利可以有效的避开这些贸易壁垒。通过美国银行账户呢，也可以更自由的进行一个外汇的一个收支，资金管理也会更加的灵活。那第三点的话，可以享受更多的美国的一些政策的便利。那美国的金融还是商业的环境的话，非常的优越宽松没有行业。注册美国公司呢，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的运营税负，还可以带来移民及签证的一个便利。那么同时的话，支持企业进行一个海外的上市和融资。那第四点呢，美国公司注册的程序的话，经营范围还有注册的资本的话没有限制企业你可以自由的选择公司的名字。那另外的话，美国的公司的注册还有维护的成本的话相对较低，操作的话就非常的便捷，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资源。那还有第五点，如果说你要申请商标还有品牌的备案的话，会更加的方便。美国商标的法律体系的话，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的完善对商标的一个保护性强。一旦你注册成功企业的话，就可以享受全面的一个法律保护还有维权的一个支持。第六点呢，如果说你有美国公司的话，你还可以入驻更多的美国本土的电商平台比如说沃尔玛，还有就是这个亚马逊还有等等的一些平台，可以通过美国公司呢提供优待的一个政策，例如快速的审核、降低费用以及灵活的一个运营的一个政策。接下来呢，我再跟大家讲一下亚马逊本土店铺的一个5大优势。那第一个呢，它可以提升我们消费者的一个信任。亚马逊北美站点的话是跨境电商的一个首选平台。那美国消费者的话，他会更加信任本土的一个企业，就像我们国内买东西一样，那么你可能更希望去支持我们的一个国产的一个商品。那么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它有助于提升我们的一个销量，那还有你品牌的一个信誉第二的话，就是可以更低的风险会更低，风险不到1%，那为企业提供更加稳定的一个运营环境。而这个呢，也是我们注册美国公司亚马逊美国站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第三点呢，一个收款也是非常的方便。那通过美国公司呢，我们可以通过直接进行一个收款，不需要依赖第三方的平台，从而减少汇兑损失另外的话，亚马逊和 PayPal 的提现呢，可以免费入账到美国的银行账户。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销售范围更广。美国对商品类目的限制呢比较少，而企业呢可以销售更多的品类商品，那可以增加我们盈利的一个空间。最后一点还有平台的一个政策扶持作为美国本土的一个企业呢，
那么亚马逊呢，会在开设、促销、推送等方面的话，提供一定的政策的一个支持帮助企业可以更好的运营和推广。后面呢，我会核心的给大家讲3个点，是快速的注册美国公司，怎么样为你的美国公司租用一个专业的你私有的一个地址。本期的视频呢，它的一个知识量呢非常的大非常的多内容，那稍微会有一些复杂只要你耐心的看完这个视频呢，相信你能够掌握所有开设美国公司、开设亚马逊美国站的一个基础知识。讲解的话，我也会分成2部分一部分是理论，还有一部分的话实际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操作。那在进行美国公司注册之前的话，建议大家呢，我这里所有使用到的所有相关链接呢，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建议大家呢可以跟着我呢一起来进行演示，进行来实操一下。在进行美国公司注册之前的话，我们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个概念，注册代理你也可以理解为是挂靠美国政府的话，这里呢我们会选用一个注册代理所以大家要简单的了解一下什么是挂靠代理。那么你也可以理解为我们需要挂靠美国公司美国的一个政府，为了方便企业的一个管理市政府的还有法院的，那他呢是不会直接联系公司的，而是通过公司的一个挂靠代理进行联系。这里的一个挂靠代理可以通过 GPT 来了解到它是一个具体的意思呢，大家都可以来看一下。挂靠代理它其实有一点类似于律师的一个职责，主要是帮你代收公司的重要文件，比如说有的时候政府还有法院呢会给你发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文件，比如说传票诉讼文件它是有一个通知，还有联审一些通知它都会直接发给我们的一个挂靠代理。那代理的话会将这些文件传给你，而不是直接发到你的公司里来。那么挂靠代理的服务费呢，每年呢必须交出的一个固定的费用，那费用的会因这个代理公司还有州的不同呢，所以呢它也会有所不同。那么这个呢就是注册代理呢，前面说过了他会把一些比较重要的文件比如说传票诉讼文件还有一些通知、联审等等他会直接发送给我们的挂靠代理。那代理的话会将这些文件再传给你他不会直接发给你。挂靠代理的话是一项每年必须交出的一个固定的一个费用，这个费用的话它会因这个代理公司还有州的不同呢，它会有所变化。这里来以这个俄亥明州为例，它每年的一个费用呢是$125。这里呢就是一个注册代理的一个公司西北公司的注册链接呢，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你也可以在评论区找到。这里大家可以打开我的视频，点击这里一个视频，点开鼠标往下拉这里呢在这个描述栏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更多，打开这里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注册代理美国公司的一个链接这里可以直接点击打开。那么你可以在描述栏呢也能找到这里注册西北公司的一个注册链接直接点击这个链接可以打开，它会直接带我们来到这个西北注册公司的这个页面。这里所有相关的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那建议大家呢都跟着我一起来打开链接呢，一起来操作一下。那这儿呢我就用这个平台西北公司来为大家演示。那么它的英文名呢叫 Lawflest。那么我会用这个平台呢来简单的注册一家美国公司大家也要找到这个公司的链接可以这里呢你可以先暂停一下视频这个链接呢在下面的描述栏，打开这个链接呢你也可以简单的跟着我一起来操作。那挂靠代理费的话绝对不能省，每年的话必须按时的缴纳，那否则的话你可能会错过一些重要的比如说政府的通知导致你的公司被列入黑名单，那甚至的话会被吊销一个注册，而影响你的业务的一个正常开展。那么这个呢是注册公司的第一笔运行支出，另外还要交的一个费呢叫做政府的一个注册费那这个呢通常是注册公司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开销。不同的州呢它的费用呢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里我们最熟悉的这个美国的一个俄亥明州，那它的一个注册费用呢大概是$100，每年的年费呢是$60。那么这个德克萨斯州的费用呢，它的注册费呢就是109，每年的年费呢是$200多。还有这个墨西哥呢，它的一个注册费用呢是$50，每年呢无需支付年费只需要
按时完成一个年审就可以了。总体来说的话，不同的州呢，它的费用呢都是有差异的，它的差异的话还非常的大。等会儿呢，我就会教大家怎么样来选择合适的州，来有效的降低我们的一个运营成本。我们在注册美国公司的时候呢，也不能单纯的看一个价格，不是说我看哪一个价格便宜呢，我就选择用哪个州来注册不是这样子的。那因为每个州的注册费不同，还会有享受的权益，那它也是不同的。有一些州呢，它就是一些免税的州，比如说这里的一个阿拉斯加州，那么它就会免去一个销售税。就比如说这里一个特拉华州它也是没有州级的一个销售税。那这个呢也是特拉华州来成为注册公司热门地点的一个原因之一。有的州呢它是免了这样的税那样的税，但是呢它又要缴纳一些什么税，就像一个新墨西州的也是需要缴纳一个消费税，也是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那同时它的监管和内部的一个管理要求呢就比较的多。另外呢，我们还要了解什么是免消费税。这里呢，你有任何不懂的大家都可以来问我们的一个 GPT 这里呢，我使用的是一个 GPT-4o 的一个版本还没有 GPT 的朋友呢，描述栏也有一个便宜合租的链接大家可以去买一个来用。比如说这里你不知道什么是免消费税，这我们就可以问一下 GPT。这里可以看到免消费税呢，即消费税。免消费税的一个好处呢，就是消费者呢他在免税州网购的时候呢，不需要支付额外的一个费用。这个呢，不仅可以降低消费者的一个购物成本，还可以提升我们产品的一个竞争力。因为一个免税州政策呢，那往往可以吸引更多的一个顾客，它的一个产品价格呢会更优惠。选择在免税州注册的企业呢进行消费呢，那比如说你可以在特州，你购买100美元的一个商品，那你只需要支付100美元，但是你在维州购买同样的商品，那你就需要支付106元。那么其中的6美元呢作为一个消费税。那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消费者所在的州，而不是说企业的注册地。如果企业注册在非免税州，比如说怀州，那就需要承担申报消费税的一个义务，而在特州这样的一个免税州企业的话，就无需向州政府呢申报一个消费税。那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个跨境电商的话，那这些线上的一些平台，那我们所说的一个消费税的话，通常是平台代缴的。比如说我们在亚马逊上面做生意，那这些消费税平台直接就从我们的销售额当中呢直接就扣走了，那你不需要申请销售许可证，也不需要申报一个消费税所以说即便公司注册在怀州，也就是这个非免税州，那也不用额外承担消费税的一个申报。业务的一个申报的义务呢，对企业来说呢，就意味着更少的一个行政负担还有一个时间成本。那对于一些中小型的一些电商企业来说呢，我们应该怎么样选择呢？那么我们都知道，那这个特拉华州和俄亥明州，那这2个地方呢是注册美国公司最多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怎么样进行一个选择？特州每年的一个运营成本的话，比俄亥要高165美元。这笔钱的话，主要是为了享受免税州的一个待遇。比如说你的公司主要是做亚马逊电商的，那你呢就可以选择在怀州，因为亚马逊的话已经帮你代缴了消费税。那免税州的优势呢，对你没有实际的一个意义对于大部分的一个亚马逊买家来说呢，怀州的话更适合他的一个选择，因为费用更低，而且的话优惠政策相同。我们为什么只分析这个特州和怀州呢？因为这2个州的话，他们不强制要求公司提供详细的股东大会的一个记录、董事会议这些文件，也不需要特定的一些资质就可以开展业务也不需要缴纳企业的一些什么所得税也不需要申报相关的一些税务，政府收集的信息呢也会比较的少。那怀州甚至不需要提供股东的一些证件信息，这些特点就使得特州和怀州的一个运营呢简单非常适合低成本注册美国公司，开展亚马逊电商。你可以通过这个公司开设你的亚马逊美国站的一些创业者。那还有一点呢，我们在注册公司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个问题，那这里呢你是选择 LLC 还是选择你的一个有限责任有限公司就是股份有限公司。那么这个 LLC 呢就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那这个下面这个呢就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那这个 LLC 呢
它是需要以个人所得税一起申报。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那公司的话独立报税。这个时候呢，我们该怎么选择呢？如果说你没有申请 ITIN， 也就是个人的一个税号需求，那我建议呢，可以选择这个股份有限公司。 ITIN 的话，它是美国的一个个人税号专为没有这个 SSN， 也就是社会安全号码的一个国际人士设计的，用于一个报税。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税务的相关用途呢？对于国际用户呢，也就相当于我们中国这边的用户来说呢，那如果说你选择有限责任公司，就是这个 LLC， 那么这个呢是报税的一个必要条件。这里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这个呢我们就需要去额外的申请。那如果说你选择的是这个股份有限公司呢，就不需要这个申请 ITIN， 那报税的话就更为简单。那么这个两个的区别在于，这个 LLC 它更适合美国本土的居民因为他们的个人所得税还有他们的一个 LLC 的一个税务申报的话可以合并进行处理。那么对于我们国内的一些创业者来说呢，注册一个 LLC 你还需要去申请一个 ITIN， 这个呢又是一笔费用。这个股份有限公司的话就不需要申请 ITIN 了，那报税的话就非常的简单。那么你未来在这个税务筹划上面的话就会更加的灵活。换句话说了合理的避税的一个方案会更多，减少不必要的一个税务申报的一个负担，不需要去申请一个 ITIN 报税。那么报税流程呢就更加的一个便捷简单。同时呢，未来在一个税务的规划上面那就是税务筹划上面的话提供更多的一个灵活性，能够有效的降低这个税费。接下来呢，我就来实际的给大家演示一下，看怎样通过几分钟的时间呢，就可以来注册一个美国公司。如果说你想自己动手去注册一个美国公司，现在的话，网上美国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代理机构，可以帮助你注册美国公司。当然呢，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帮你注册美国公司，但是更多的话，他们就是一个中间商。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美国本土的像西北公司来帮你来注册一个美国公司。那么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美国本土的一个代理机构呢？这里呢，它有两大优势。第一个就是一个价格优势。那美国本土的代理机构的话，那他们更便宜，沟通呢也更方便，因为我们是直接和他们进行联系的不像国内很多帮你注册一个美国公司的话，他们其实就是一个中间的一个中介机构那它还有那种中介机构的话，大家都知道沟通起来非常的麻烦。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本土的一个企业会更加的方便，沟通起来呢也会更加的直接。今天这个注册呢，我们就以这个俄亥明州注册公司为例来通过西北公司呢来注册一家美国公司实际的给大家演示一下。这里相关链接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建议大家呢先暂停，打开链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在注册之前，这里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西北公司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同样用 GPT 呢来帮我们查询一下。大家都知道 GPT 它就是一个数据库你想要知道的，那么我们都可以来问它我这里呢已经把这个 GPT 的注册链接GPT 的成品账号呢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这里我就问它这个西北公司呢，它是做什么的它告诉我们呢，西北注册代理公司呢是一家专门注册代理服务和企业成立服务的一个美国公司。那么重点是它是美国的一家公司，那它呢可以注册代理服务。那该公司呢，它是以高质量的一个客户服务、隐私保护以及透明的定价结构而闻名，它提供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服务。这里第一个注册代理服务，我们今天要用到的一个注册公司，可以帮我们在这个注册公司当中过程当中呢遇到问题所有的一些比如说法律文件合规维护等等。第二个呢，它可以公司成立服务，那它可以在美国的10个州提供一个代理注册的服务。比如说你可以协助你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也可以成立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还可以成立一个非盈利组织的一个不同类型的一个企业的一个注册。它可以帮你选择这个州的一个选择咨询，那还有一个文件的准备和提交
第三个呢，就是一个企业合规和维护，它可以帮我们提交一个年度报告，包括我们一个商业许可、一个许可证啊，我们的一个营业执照的一个续期，那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合规的一些文件啊。最主要的是它注重隐私和注重保护这个顾客的一个隐私啊，避免泄露顾客的个人信息。并且呢，他们还会提供一个专属的一个商业地址啊，那可以减少客户使用自己的一个家庭住址。另外的话，它还可以帮我们提供虚拟的一个办公，支持邮件的一个代收、扫描以及转发啊，特别适合需要美国地址的一些国际的一些客户。另外呢，它还可以帮我们申请 EIN， 也就是一个雇主识别号，那还可以帮我们提供公司的一个章程的一个定制，还有一些法律的一些咨询。那还可以帮我们办理一些商业许可证的一些申请。那它的定价的话也是非常的透明的啊，它没有什么隐藏的费用，而我们所有的一些服务价格清晰可见。另外的话，它在客户支持方面的话，他们有专属的一个客户经理来提供一些服务。那有任何问题的话，你都可以联系他们的一个客户经理啊，特别适合想要在美国注册公司的一些国际创业者。如果说你希望有高效合规的一个服务，长期支持的一个企业，注重隐私，而且需要一个专业注册代理服务的人，接下来呢，我们再用西北公司来注册我们的一个公司。接下来呢，大家打开链接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打开链接啊，来到这个西北公司的一个注册页面。现在西北公司的一个页面呢，大概是这个样子的。那它目前呢是非常优惠的，只需要$39啊，就可以帮你注册一家美国公司。但是我们实际注册下来的话，会超过这个费用啊，因为我们还需要它的一些额外的一些服务。这个39呢，它是最基本的啊，我们直接这里点击进来，因为我们知道啊，基础的一个费用呢，它是满足不了我们的。我们作为一个电商创业者的一个需求呢，这里呢我们就选择第二个。那接下来呢，就教大家一步一步的进行申请。首先这里呢，我们就先选择这个股份有限公司，因为原因呢，前面已经给大家说的非常的仔细了。你想在哪个地方啊？比如说你喜欢在哪个地方，我们这里呢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方框，我们鼠标往一，这里有一个倒三角，那我们点一下这个倒三角，那么这里面的这些州呢就出来了啊。比如说我们要选一个俄怀明州，这里我们英文不好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啊，你可以在你的电脑上面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啊，直接安装上。这里我们点一个翻译，那么这里它就变成了一个中文啊。点击这里有个倒三角，点一下啊。我们比如说我们注册在一个我们注册在这个俄怀明州啊，不是特拉华州，俄怀明州，点一下这里。这里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费用呢都会有所不同啊。这是俄怀明州，比如说我们再换一个地方，比如说这个内华达州啊，它是可以看到它是700多的一个费用啊。我们再换一个给大家看一下，不同的州呢，它的一个收费情况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这个特拉华州，看一下啊，它就有3个7天内的帮你处理好的是109，4天呢是159，那相当于是加急。那如果说你想在1天内搞定的话，那它是$209。这里呢，我们选择啊，今天就以这个特拉华州为例啊，给大家再看一下俄怀明州，那它的价格啊其实是差不多的。这儿我们选择这个特拉华州，这里呢我们就直接选择这个7天，在这个右边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基本套餐费用是$39。这个$109呢是这个州政府收取的特拉华州的，它的一个费用呢是$109。那这个是7天内处理的啊。如果说你想要更快速一点啊，建议你可以选择这个俄怀明州啊，最底下这个俄怀明州。俄怀明州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处理时间啊，费用都是差不多啊，但是呢它是1天内啊$104。那刚才呢那个是7天都需要$109啊。你想要更快速的，就可以选择这个俄怀明州，它的一个基本套餐是$39啊。这个是呢政府收取的啊，这个是$104。另外可以看到这下面它还可以给你提供 BOI 的一个报告合规性，这个呢是收的是$25，你可以我们可以把它给勾上啊。如果说你不勾的话，这个 BOI 报告啊，这个年度报告呢，它就直接给你取消掉了。那你这里打开了啊，它就会帮我们提交这个报告。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勾上啊。如果说你对美国公司没有任何了解的话，我建议大家呢把这个服务呢给它选上。这里选好之后呢，
再我们点一个继续。这里你希望你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啊？把你的名字写下来。这儿呢，建议大家你可以随便先取一个，后面的话你在这里你先想好你的一个公司的名称，在你的名称后面呢再加上一个 INC。 那这个 INC 呢，它就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的意思。当然其他合规范围的后缀呢也是可以的。这个呢，它是问你啊是否需要将这个诉讼和法律通知的副本呢发送给你的律师。这儿我们就选择不。如果说你这里有，你也可以选择是的，我们这里就选择一个不。那这里有一个使用通用的业务目的啊，我们可以把这个给它勾选上。这个地方呢，大家比较关键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你希望市政府记录的实际地址是哪里？可以看到你希望州内记录的实际地址是哪里？我这里建议大家呢使用这个西北代理公司的这个地址。那因为啊，我们都不是美国人，你人不在美国，那我们就直接使用这个注册代理地址就可以。这里西北公司呢，它会帮你分配一个代理的一个地址。那接下来呢，你希望在州政府备案的邮寄地址，这里呢，我们还是选择这个西北注册代理的地址。到时候的话，它可以帮我们接收任何的文件啊，文件到了以后呢，它可以扫描，或者说可以直接转寄到我们国内的一个地址。那这里选好之后呢，我们这里点一个继续。那接下来呢，要填一下你公司的法人的名字啊，你的第一个名字的前面是名字啊，后面是姓。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把名字填进来，那么后面是一个姓氏。这里都是用拼音填写啊，看一下啊，拼音填写。那接下来呢，与国家一起记录的地址，就是让这个州政府记录的地址。这里呢，我们还是选择这个西北公司的这个注册代理地址。接下来呢，填入你公司的你的公司的其他人，秘书啊、财务啊、主管啊这几个地址呢，可以是同一个人。这里有一个授权股份的一个数量，默认我们是填的是1000。面值的话，这里就填1啊，所有的高级职员均为董事。这儿我们选择是。接下来呢，我们就再点一个继续。那接下来就是你的联系方式，你的姓名啊，你的电话号码，你的国家啊，你的邮寄地址，你的城市，你的州啊，你的邮编。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一步呢，实际上是增加我们的一个实际的联系地址。这里西北公司呢，它也会对你的信息呢进行一个保密啊，这里呢，大家如实填写就可以了。国家的话，这儿你可以直接选择中国啊，可以看这里有个倒三角啊，在这里面去找到一个中国。接下来我们再点一个继续。账户设置，我们来设置一下你的一个登录西北公司的一个邮箱啊，和你的一个密码。这里密码就是需要你创建你的密码，确认你的密码。那密码需要怎么样？他说必须至少8个字符啊，密码里面要包含一个大写字母啊，密码里面要包含一个数字，密码里面呢要包含一个特殊的字符。OK， 就达到这些要求了就可以了，把你的密码创建好。建议大家呢，把你的邮箱和你的密码呢都用一个记事本呢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呢也方便你下次进行一个登录。这里设置好之后点一个继续。接下来呢是一个企业身份，这里呢你要不要通过西北公司，你需不需要用它的一个域名啊？这里呢我们不需要，我们就直接给它这儿给它关掉。点一个继续。这里有个可选项目，那第一个呢就是税号，那这个呢是需要的，我们把它打开。如果说你希望这个西北公司呢去帮你申请一个 EIN 啊，在后面申请的一个企业的银行账户的时候呢，都需要用到这个 EIN。我们在注册这个亚马逊的时候呢，也需要用到这个 EIN， 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你自己去申请呢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作为一个新手来说，我建议大家呢还是把这个呢交给这个西北公司，让他呢来帮你处理啊，自己去处理的话会非常的麻烦啊，你申请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一些麻烦，因为我们又不懂啊，再加上呢我们又不是一个美国人啊，所以说这里呢选择一个没有社会安全号码，这个费用是$200啊，我个人觉得这个费用的话还是有必要的投资啊，因为你自己去弄的话，真的会特别的麻烦啊，会很头疼。新手朋友啊，建议就选这个，直接让他们帮我们这个去搞定就可以了。这里还有一个特级的一个邮件服务，这个呢也非常的重要。最需要的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营业地址，还有套房的一个
号码。那这个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后面再申请一个亚马逊美国站的时候呢，那这个的话是需要的。实际这个呢，它是需要一个具有唯一性的一个营业地址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套房的一个号码啊，不能使用一个公共的。所以说我们一定需要用这个东西。所以说呢，你没有的话，后面呢也会非常的麻烦啊，你就无法进行下一步。可以看到，作为你的一个注册代理人，那么我们将接受并转发所有州和法律通知。如果你聘请我们来提供他来提供这个特级邮件服务，那么他会处理你企业的所有统一邮件，你可以获得无限制的一个平面邮件转发，并且呢，你可以真正的在你的商业办公楼当中呢，获得唯一的公司地址和套房号码。这个就是说，注册代理的话，他会收到这些政府发的一些通知啊、文件呢，他们会扫描，他会以一个电子的形式呢再发给我们啊。如果说你想要实际的文件的话，也可以叫他邮寄给你，他们会处理你企业所有的一些邮件，那你可以获得无限制的一个平面邮件的一个转发。这里还有一个套房的一个号码，我们申请过后呢，可能需要等待个2-3个工作日啊。这里我们先把它勾选上，你就可以收到你的唯一的一个套房号。所以说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把它勾选起来。特别是针对就是后面这个亚马逊美国站的朋友，服务类型呢，我们就选第一个就可以了。那这里你可以看到高级邮件的转发啊，每个月呢，他们提供的是每月$20的高级邮件转发服务啊，它是无限的。那你可以选择你希望将哪些邮件发送到哪个州，那么我们会为该州里的公司提供地址和唯一公寓号码。这里呢，它告诉我们只适合平邮而不是包裹。另外你还可以选择当天的一个数字扫描和每周物理邮件转发，也就等待最多2个工作日就可以收到套房一个号码。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选择准备在哪个州来接受这个文件建议大家选这个怀俄明州就可以了，他帮我们收这个文件。接下来呢，你希望通过哪种方式来收到这个文件？那第一个呢是物理转发，第二个是数字扫描。那这个物理转发的话，也就是说他直接收到文件以后，他再重新转寄给你。第二个数字扫描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数字扫描就可以了，点击这个。当他们收到邮件的时候他经过数字扫描，把这个扫描以后呢，直接把它发送到我们的邮箱里面来。那下面这个商标服务呢，我们不需要这里建议大家不要去勾选。那这个商标服务你可以勾选一下看一下它的一个费用呢是价格大概是300多。这个商标服务呢，我们就先把它关闭这个商标服务我们不需要。接下来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一个费用，我们多了一个 BIO， 还有一个收到邮件的这一个费用。我们可以看到大概的费用的话是在$300多接近$400左右。有一个实际地址的一个费用，还有一个唯一套房号的一个地址的一个费用。这个价格呢，大概就是在$20左右。接下来我们就再点一个继续。接下来呢就是一个付款信息了，你填上你的卡的这上面可以看到他们接受的一个卡这几个卡，大家填上你的卡上的名字填上你的姓氏你的卡号、安全码这些填上，把你的信用卡信息填进来进行一个付款就 OK 了。这边输入完成之后呢，直接点击这边的一个去提交就可以了。点击这边的完成，注册公司呢基本上就完成了。接下来的话，你就等待个几天的时间。那注册好以后呢，他会发送邮件给你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他也会给你发送邮件。那到时候呢，你注意看一下你的一个邮箱，看一下西北公司呢有没有给你发一些其他的文件来，比如说你之前的注册公司的名字被别人注册了，那可能需要你改一下名字，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问题他们都会联系你。那一旦你的美国公司注册下来以后呢，同时呢，我们就可以去申请一个美国公司的一个银行账户。接下来呢，我就以这个水星银行为例来简单给大家讲解一下怎么样去申请，怎么样的一个通过我们的公司来申请一个美国的一个银行账户。那这里呢，我会简单的讲一下给大家讨论一下关键的一些风控点以及风险应对的一些方法。这里当我们注册好了这个公司以后呢，并且获得了这个 EIN 以后呢，就可以来注册我们的一个美国银行账户。那这里呢，我们是一定要拿着我们的一个 EIN
才能来进行注册美国银行。我先给大家简单讲一下怎么样来注册美国的这个银行。银行的名字呢叫做水星银行。注册呢申请银行其实非常的简单，因为现在呢注册的人比较多它的门槛的话也在提高。怎么样提高申请的一个成功率呢？关键点就是我们需要理解银行审核的一个重点。银行主要关心的是一个安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申请人注册是不是一个空壳公司，是不是从事一些高风险的一些业务，或者说一些赌博网站或者成人网站。所以呢我们能告诉这个水星银行我们做的是正经的生意，那么我们做的是电商的卖家，会大大的提高一个信誉。其中一点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用我们公司的一个名义呢去购买一个域名。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域名的一些网站来购买，比如说我这里打开的是这个 Hostinger 来购买。大家都知道我们注册了公司我们需要有一个域名，我们才能将我们的网站打开，就可以在这上面运行，就可以打开这个链接其实你不需要有实际的一个运行只要能保证你的这个网站呢能够打开，你的一些相关的信息你公司的一些相关信息，还有你关于我们的一些页面，联系我们的一些页面，还有一些隐私政策相关的一些信息就可以了。所以说呢，在这个申请这个水星银行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去把我们公司的网站给搭建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刚才说过，我们可以以公司的名义呢去购买一个域名，再简单的创建一些页面，比如说联系我们，关于我们隐私政策这些。那么这些工作呢，是我们在申请这个水星银行之前，我们就一定要去把我们的公司的网站呢给搭建起来。搭建网站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这个呢是小鱼儿的一个专门搭建网站一个频道。如果说你还不会搭建网站的可以来看一下小鱼儿这里面的一些搭建网站的一些教程。那这里面呢都是一些零基础的教程哪怕你不会代码你没有专业，你就是一个新手小白你看我的这些零基础的教程你也可以学会来怎么样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网站。那么这里相关链接呢，我也会把我这个频道的链接呢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大家可以打开我的频道来找一个你想要搭建的一个网站类型来进行一个学习。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会简单讲一下我们怎么样通过2种方法教大家快速搭建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公司网站。OK， 这里所有链接大家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打开一个展开按钮就能看到。接下来呢，我就通过2种方法来教大家呢快速搭建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公司网站。那么第一个方法呢，通过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来搭建，通过我们的 WordPress， 通过我们的 AI 呢来快速的搭建你的第一个企业网站。这个搭建出来的网站呢还非常的专业不需要你会代码你只要跟着我操作，你也可以搭建出属于你自己的网站。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 Shopify 来快速的搭建你的一个独立站。那有了这个独立站以后呢，那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独立站里面呢去上传一些产品，连接到你的域名这样呢你在申请水星银行的时候呢，也有属于你自己的域名，属于你自己独立站的网站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第一种方式。那么我们要通过 WordPress 来搭建我们的网站呢，我们首先呢需要注册一个你公司的一个域名，以及购买一个主机服务器。那我用到的一个网站的一个主机域名呢，我用的是这个 Hostinger 的链接呢，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打开这个链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第一次进来的朋友可以看到这个是 Hostinger 的一个界面它进来呢是一个英语的，这里呢我们可以去把它切换成中文，鼠标来到左上角点击这里一个红旗点进来，这里面呢主流国家的语言呢它都有，我们找到最后这里有一个中文，我们点击一下把它全部切换成了一个中文。还有一点呢 Hostinger 比较人性化的了，它里面呢有一个中文客服我们可以看到左下角这里有一个紫色的按钮，点一下这里呢你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在这里呢发送给他们呢都会在第一时间呢进行一个回复你直接发送中文就可以了，不需要英文。还有一点呢，它适合我们的国内伙伴呢是它支持一个支付宝付款非常的方便。我们看到左边这里有一个现在开始它还有一个
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可以看一下，30天之内不满意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直接申请退款。那么我们就点这里现在开始。接下来呢，可以看到这里呢有3个套餐，第一个呢是最基础的，第二个呢是最热门的，第三个呢是非常专业的。中间这个是一个商务套餐，它里面呢有100个网站你可以在这个主机服务器上面搭建100个网站，那么也有200GB 的一个储存还有一个免费的 CDN 和一个免费的一个 SSL， 它呢还可以给你搭建一个电商网站WooCommerce 的一个商店。那它还有一个免费的一个域名，所谓的免费的域名呢，就是你第1年购买主机的话，它会赠送你1年的一个域名它赠送你第1年的一个域名使用权，第2年呢你直接续费就可以了。如果说你的做的业务比较广泛你的网站使用比较多你也可以选择这个第3个它呢是一个高级计划，可以看到呢，它可以在这个里面呢搭建300个网站。那么它和第2个选择呢有一个不同的点呢，就是它有一个专用 IP。第2个呢，它是一个共享 IP 可以看到它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个解释。共享 IP 是和其他的网站呢共同一起使用的一个 IP 地址。如果说你想要更加的提高安全性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使用一个专用的 IP 地址。专用 IP 地址呢，你一个人就一个 IP 地址，这样呢你就不容易被共享 IP 地址呢其他网站呢所产生的安全问题受影响到你。拥有一个专业 IP 地址呢，可以提高网站电子邮件的一个送达率它可以提高它的速度会更快。那么专用的 IP 地址呢，你还可以更好的控制托管环境这对于某些类型的一些网站和应用程序呢是非常有用的。它还有一个优先支持，这里呢大家建议选第2个或者第3个都可以。这里我们点击选择套餐，点完之后呢，它会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你购买的一个时长。那你是打算买1年还是2年还是4年？我们做网站的话，不可能说做2个月，一般情况下至少是1年、2年或者3年、5年你做的时间越久，那么你网站的效果越好并且呢，你买的越久了，那你的价格呢就会越便宜越优惠比如说这里你可以看到，你买1个月，那么1个月的费用呢是99.99美金。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4年的时间，那么它1个月只需要28.99美金1个月，并且呢买的越久，它的一个续费价格呢就越低。可以看到4年之后它的一个续费价格是64.99的一个续费价格。我们看一下1年的一个价格，可以看到1年的价格呢28.99，那它的一个续费价格是99.99。那么买1年它的后期的一个续费价格呢也高了很多差不多100美金1个月但是4年呢它确实便宜了20-30美金1个月，就看大家的需求买的越久呢就会越便宜。那建议大家呢至少是选择1年以上，可以看到呢它还可以送你1年的一个免费域名。如果说你打算长期的做网站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4年48个月。那这里不用担心，选好之后呢30天之内你有任何的不满意呢，可以选择这里有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接下来我们就点这里有一个继续。那这个时候呢需要你创建一个账户，Hostinger的一个账号，你可以用你的一个谷歌邮箱来进行一个登录，输入你的邮箱和密码。接下来呢进来之后呢，输入你的一个姓名，还有你的一个国家你来自哪里就填哪里。这个就是一个账单地址它也不会寄账单过来所以这里呢也没有关系你随便填一下就可以了。那填好之后呢，这里我们就点击一个继续。接下来呢，你可以选择一个支付方式，看一下，第一个是银行卡，第2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支付宝，第3个呢就是一个 PayPal 账号这里呢下面呢还有就是一个银联卡这样我们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支付宝点击这里一个提交付款。那接下来呢，他会问你是否继续购买，你就点继续购买。那这里呢会有一个2维码你拿出你的手机呢来扫一扫进行一个支付就可以了。这里呢我已经把这个 Hostinger 的一个购买链接、注册链接都放在视频下方的一个描述栏里，大家点进来进行购买的话，那你还可以享受一个20%的一个优惠。
这里付款成功之后呢，你就获得了你的一个主机。有了主机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去申请我们的域名。购买成功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回到首页点击这个右上角这里有个登录按钮把它刚才我们的一个账号呢给它登录一下用你的谷歌邮箱Gmail 邮箱登录一下。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到了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接下来呢，我会教大家怎样来搭建一个网站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主页。那么这里呢，鼠标回到左边，点击这个网站。那么接下来就教大家怎么样搭建网站其实搭建网站一点都不难。那这里呢，我们来点击这里有鼠标回到右边，这里有个添加网站，我们点这个添加网站。第一个呢是WordPress就是说你自己搭建一个网站。第二个呢是 Hostinger 的建站助手，就是用 AI 来帮我们建站，我们就直接选择第二个，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麻烦没有那么难其实非常的简单。接下来呢，我们只需要描述一下你的公司主要业务是做什么的这里我们可以用 AI 来帮我们写比如说这儿我先截一个图，我们来到 GPT 这里我们把它粘贴过来，这里我需要搭建一个化妆品网站，帮我回答一下上面图片里面的问题。 OK， 那我这里直接发送给他。那这里知道其实我用的是 GPT-4o GPT-4o 呢，就是它有一个识图的功能，你有任何不懂的时候呢，你可以直接截图发给 GPT， 它可以帮你看懂这个图片里面的一个意思如果说你用的还是 3.5 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升级一下怎么升级呢？这里呢，我会把一个升级教程呢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升级的话，你是需要有一个国外的一个虚拟银行卡这里怎么注册一个虚拟银行卡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视频下方呢有一个注册链接，也有一个虚拟银行卡的一个申请链接大家可以去描述栏找。这里他已经回答我了，我让他翻译成中文吧让他翻译成中文。第一个就是品牌的名称，那我们把第二个先粘贴过去。第二个是描述，我们把描述粘贴过来，然后我们把这个名称自己写一个，比如说小鱼儿铺，就这样随便写一个那你呢也可以像我这样用 GPT 来帮你来描述一下你的公司主要是做什么业务的。那它呢可以根据我们刚才提供的这个描述简介呢，快速的生成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网站非常的简单。下面呢是一个公司的一个类型，他问你呢是否需要一个在线的一个商店。如果说你的公司需要一个在线的商店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勾给它勾上可以在里面来销售你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就点击这个创建网站这个时候呢 Hostinger 的 AI 呢，它就在帮我们快速的搭建我们的这个网站。那这个 Hostinger 的 AI 它是通过一些大数据在分分钟以内呢，就可以帮我们创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非常专业的一个网站。那有了这个网站之后呢，我们再去这个水星银行去申请你的企业银行账户的时候呢，可以通过的一个比例呢是会高很多的。而以往有些人呢去这个申请水星银行的时候呢没有通过，因为你没有一个公司网站，所以说你是审核是通不过的这样是非常麻烦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先建好你的网站。可以看一下真的分分钟的时间就帮我们搭建好了一个化妆品的一个网站。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品牌名称，那这边呢是一个菜单栏这里是有关于我们，这里是首页，你想要的页面都帮你搭建出来了，非常的快看一下它真的非常的专业。如果换作10年之前大家如果说想要搭建这样一个网站，可能你需要几天几夜。我们往下拉看一下它的一个页角，看一下这里连评论都有了真的非常的专业。那这里呢一些社交媒体也有了，这里包括一个联系方式这里呢还会可以顾客呢还可以留下他的一个电子邮箱他的一个 email 也可以留下。接下来可以看一下在右边这里呢，它会有一个配色你喜欢哪个配色？比如说这里是一个白粉这儿呢你可以换成其他的颜色，这里颜色你可以切换一下，看一下你喜欢哪个颜色，看一下你更喜欢哪一种搭配。这里颜色它都是给我们搭配好的，你选择就可以了。选好之后可以看到满意的话你就可以点击这里有一个继续这里给大家翻译一下，建议大家呢都可以装一个这种沉浸式翻译这里有个继续。
那么不满意的情况下怎么办呢？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可以看到你可以让它重新帮你搭建，你可以点这个再次创建。那这里呢，它不仅有电脑端啊，这个是电脑端，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手机端。手机端在哪里看呢？鼠标回到右边，这里是电脑端，这个呢就是手机端，我们可以往下看一下啊，它都帮我们设计的非常好，看一下完全没有问题。朋友们，是不是搭建一个网站真的非常的简单啊？看一下它里面的配色这些啊，它的搭配啊，它比我们自己搭建的会更加的专业啊，它的搭配啊会更加的完美。接下来我们就点击这一个继续。那现在呢，我们的网站呢差不多呢就已经搭建好了，稍微等待一下。这个呢是我的一个频道啊，大家如果说对跨境电商感兴趣的伙伴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OK，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到了它的后台，我们可以在这里来增加我们的一个产品，可以看一下，这里还是给大家翻译一下。那么这里他说添加你的第一个产品，那么在 AI 的帮助下添加你的第一个产品我们可以到里面来上架一个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因为等一下我们再去申请水星银行账号的时候呢，它会叫我们提供一下我们产品的一个链接。这里呢，你的产品如果没有准备好，那么我们可以，如果说你的产品图片没有准备好你可以用这个 Leonardo 先来生成你的一个产品图片。这里相关的注册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这个 Leonardo 是一个绘图软件，还有这一款 AI 工具是小鱼儿经常用的，它的名字叫 Pro AI。那这里面呢也可以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个电商，那么建议大家一定要来使用一下这款 APP 它里面的功能非常的多比如说草图渲染、高清放大呀、局部草图渲染、尺寸外扩涂抹替换等等它这里面功能非常的多非常的强大。包括还有一些跟建筑方面有关的，还有一些呢，比如说一些 AI 超模呢，给你的产品换衣服或者说换服装换模特这些里面非常的多这个功能就不一一给大家讲了这里面也有纹身图，那么这里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这里你可以通过你的提示，比如说我这里随意的选择一个，这里输入一个护肤品，选择一个它的一个版本我选 V2， 然后这里直接点一个生成。那么新手朋友进来的话，它是有送10个金币的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里速度也是很快。OK， 看一下这个是生成出来的这个护肤品，这里鼠标放到这个上面可以看到这里有个下载按钮，我们就选择预览下载，点这个下载按钮预览下载，那我们的图片就有了这个呢是没有任何版权风险的一个图片。OK， 接下来回到这里，我们点击这个添加产品，我们点第一个实物商品，这里点击一个上传，这里添加进来了，这里就创建文本，可以看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就写标题，然后还有一些描述之类的，我们这里用 AI 来帮我们创建，直接点击创建文本AI 就会帮我们写。可以看一下这里标题、字幕这里描述都有了。那再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个价格，那这个价格呢，我们就自己来定这个重量你可以去填一下。这个价格我们一定要把它设置好你的卖价是多少，你的出货价是多少你的折扣价是多少这里大家一定要想好。下面呢还有一个产品的一个分类包括这里有产品，有一些颜色、尺寸之类的这里你可以在这里添加它的一个变体。这里一个产品分类，这里来我们这里 AI 呢已经帮我们写出来了一个护肤套装。好了之后呢，我们点击这个右下角，这里有个保存。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产品呢就上架好了。OK， 看一下这是我们刚才上架的这个产品，是不是非常的方便这个是上架产品的一个方法。那接下来呢，我们点击这个右上角，还可以编辑我们的网站。那我们点鼠标回到这个右上角点击这个编辑网站。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刚才的 Hostinger AI 呢帮我们生成好的一个护肤品的一个网站。左上角呢，这里呢有我们的一个公司的一个 logo， 你点击一下这里面可以填一些公司的一些实际的信息。那么这个里面呢这里面呢公司的一些实际的信息可以看一下这里面包括这个下面这些地方公司的一些信息。建议大家呢可以把这些信息呢给它稍微的改动一下，那上面的文字改起来非常的简单，你想改哪个位置，那么你就点哪里。比如说我想改这里你鼠标
选中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它出现了一个绿色的框啊，可以把这个字框起来的。这里呢就有一个编辑按钮，点击这个编辑啊，接下来呢你就可以编辑这个字体。那么你想要写什么，你就直接输入到这里就可以了啊。你想要把字体变得更粗，那么你就点这个粗体啊。你想要在这个字的上面呢添加一个链接，可以看到这里就可以添加一个链接。那这个是改字体啊，这里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改啊。那你的鼠标移到这个位置，这些字体都是可以改的啊。这每一个地方的字体都是可以改的。图片不满意，比如说这个后面这张图片啊，鼠标往下看一下，这张图片不满意，我们想更换一下它的图片也是 OK 的。那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这上面呢有一个图片啊，这里英文不好的朋友也可以先翻译一下。啊，你这里可以编辑图片看一下，你也可以同时可以生成图片啊，这里可以更改图像，你直接啊，比如说这张图片我想替换一下，点击这个，我在这里来上传文件啊，我把这个图片上传进来 ，OK， 我选中它啊，看一下，那这里的这个图片就已经更换了。那么这个 logo 这里可以看到，你也是可以来这里来改的，你可以重新上传图片啊，这个 logo 也是可以改的。那如果说这里面的区域你觉得不够哈，你想再添加一个新的区域也很简单，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加号，我们点一下，选择一个模块，看一下它里面的模块，选一个，比如说是这个，让我选中它。OK， 看到啊，这里就添加了一个区域进来啊，你可以编辑它的文本，那么你还可以上传一张图片，你就可以增加一个新的区域。那么这个Hostinger AI 呢，它内置了许多的模板哈，你看一下它里面，你点开一下，它这里的模板非常的多哈，不同的一个需求的模板都有，包括这里有一个购物车的一个模板啊，这些模板每一个里面它都有啊，你可以进行一个选择。比如说你要添加一些产品的一些分类啊，你可以直接在里面找到，把它添加进去就可以了。现在其实 AI 建站非常的方便哈，我们只需要稍微的改动一下，那这个网站就非常的完美了。上面呢还有一些关于我们的一些信息啊，可以这个关于我们你可以点开看一下。那这里面的这些信息呢，你也可以去完善一下啊，你可以叫 GPT 啊，比如说让它帮我们写一篇关于我们的，让它写一篇关于我们的内容。那这些 AI 呢，它写出来的比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会更加的专业哈。好，你直接把它复制粘贴到这边来进行一个修改就可以了。这个关于我们的这个页面啊，建议大家呢去把它稍微去完善一下哈。把这个里面呢可以填一些介绍一些你公司的一些信息啊，到时候因为我们要去申请水星银行的时候，它就会看到这些页面。总之的话，这个页面搭建起来啊，其实非常简单，大家稍微花点时间呢就可以搞定。如果说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建站的一些教程呢，那我也会把我的一个建站的另外一个频道的链接呢放在视频下方哈，感兴趣的伙伴可以去看一下。这里全部做好之后呢，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上面有一个右上角，这里有一个啊，也要上线啊，这里是否需要上线？这里要上线之前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办哈，上线之前呢，我们必须要连接到我们的域名。我们这里点一个连接域，你这里可以点这个获取域，你在这里输入你的一个域名。前面给大家讲过，你在购买 Hostinger 主机的时候呢，1年以上它会赠送你一个域名，那你去申领下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填写到这个里面。那如果说你有现成的一个域名呢，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个域名呢填在这个里面，并且啊，他这里说了，如果说你已经拥有域名，请验证该域名的一个所有权。这里呢，我已经有了一个域名啊，所以说呢，我就直接连接我的这个域名。没有的朋友呢，可以先去领取一下哈。那下面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它的一些域名呢，这里面后面呢有一些相关的价格，建议大家呢使用你的公司的一些品牌啊，再加上一个 COM 结尾来申请一个这样的一个域名啊。我这里直接点连接域名，点击下一步，可以看到将域名连接到你的新网站哈，这里可能需要1到2分钟。那还没有域名的朋友啊，如果说你刚刚买了主机啊，你的域名还没有申领下来，你也可以使用临时域名。我们使用临时域名呢，先搭建啊，那等到我们的公司你可以等到你的域名下来之后呢，你再来把它填写一下。第一次啊，你购买了这个主机申领这个域名的时候呢，你根据它的一些信息去按要求填写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
这大家可以看到，我之前呢已经申领过了，可以看到我这里的域名呢已经连接好了。我们点一个继续，这里点击返回这个 Hostinger， 这个时候又回到我们刚才的网站的这个页面。接下来呢就可以点击左上角的这里一个上线，我们点击这里一个上线，右上角这里 OK 看到了啊，恭喜你的网站现已上线。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网站的一个域名，我们直接点进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网站，看一下这是刚刚呢 AI 帮我们生成好的一个网站。如果说你打开的时候啊，刚刚打开打不开也没有关系，那你可以稍微等待个几分钟，那你再来打开了就 OK 了啊。可以看到这个最顶上小鱼儿 AI 点 com，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域名。那你可以用这个域名去申请这个水星银行，你可以把这个域名给它填进去，进来之后呢就是你公司的一些信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网页呢完善好以后再去申请水星银行。这个呢就是一个这个 Hostinger AI 搭建的一个网站公司网站，流程呢也比较简单。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种方法，就是用我们的这个Hostinger AI 来帮我们搭建的这个网站。接下来教大家第二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通过这个 Shopify 来快速搭建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公司网站。Shopify 的链接大家可以打开我的视频，那鼠标往下拉，可以来到这个描述栏，点击更多。那这里有一个 Shopify 3天免费试用，首月仅需$1的一个链接，我们这里点击打开大家可以暂停一下视频跟我一样来打开这个链接你找到之后先暂停一下先打开Shopify 的一个链接，进来这里大概会看到是这个样子的这里呢是我们可以马上来创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 Shopify 独立站。这里呢你可以输入你的一个邮箱，点击这里开始。那么这里呢需要验证一下，确认你是否真人。接下来选择你的邮箱，输入你的密码，登录进来之后呢，它会提醒我们设置一些安全设置那这里也可以看到，你可以设置一个2步验证。如果说你现在不想设置，你也可以点这个下次提醒我。OK， 进来之后呢，他会问你一些问题看一下你这些呢，你可以选择回答，也可以选择不回答。他问你想在哪里销售，比如说你想在线销售可以。或者网站博客这些呢你可以选一个，选好之后呢点击下一步。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已经开始比如说我刚刚开始点下一步。那你打算卖什么比如说卖一些这些，如果说你没决定好，你可以点这个我稍后再决定点开始使用。接下来呢它会有几个计划可以看到这里有3个计划，都是首月呢都是$1你可以看一下它3个计划呢。第一个呢是基础对于一个独立的一个创业者，第二个呢是小型的团队，第三个呢是你的业务非常庞大的业务，你可以选择第3个。这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先跳过，我稍后再决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直接来到了Shopify 的一个后台，因为我们暂时是用来后面这个申请这个水星银行因为这个申请水星银行需要一个公司网站的一个链接。那这里呢建议大家可以这里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选择套餐，这里我们点进来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套餐计划。建议大家选择这个基础的就可以了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你选择第一个，选择这个来进行试用。进来之后呢，需要填一下你的卡你的卡号、你的地址你来自的国家。付款方式这里你可以用信用卡在下面呢，你还可以选择用 PayPal 也是可以的。那么选择用 PayPal 呢，你就不需要用你这里直接点这个使用 PayPal 付款。那这里呢建议大家呢这儿呢先直接到这里来先点击这个选择这个$1的一个免费试用。因为这里如果说你不选择后面呢你不绑定银行卡号的话，后面呢有一些比如说没办法后面呢会有一些自定义的域名你如果说没有绑定卡号的话，那么你就等会儿就使用不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呢这里呢最好呢绑一下卡，绑定一下再付一下款，$1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先绑一下，绑好之后呢才能进行一个自定义这儿呢我就选择一个 PayPal 付款。那你也可以卡用信用卡也是可以的。这个地址刚才讲了，大家其实可以随便填一个地址。那地址如果说你不填，后面填的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现在订阅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等一下可以进行一个域名的自定义。这里你就可以直接点击付款去进行一个支付就 OK 了。
好了之后呢，我们就来到这个后台。来到后台之后呢，你可以点击左边这里，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眼睛啊，查看你的在线商店。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那来到我们的商店看一下啊，它也是没有任何商品的，因为我们才刚刚开始啊。回到我们的后台，我们鼠标现在来到左边的这个产品页面，点一下我们可以先来上架一些产品啊。这里直接点击这个添加产品。那你可以把你的店铺啊，也可以稍微的装修一下。那么这个产品怎么添加啊？你卖什么产品，那你就加什么产品。比如说刚才说我卖的是护肤品，大概的可以写一个描述。那这里上传一个护肤品的一个图片。那么你的图片多呢，可以多上传几张啊。这里比如说这个护肤品的一个定价是99啊，原价呢是159啊，它的成本呢是39，这里利润就能看得到。它的一个数量啊，你这里可以填一下哈。它的一个重量啊，比如说你也可以填一下啊。它的有没有其他，比如说不同的一些变体啊，有的话就填上，没有的话就没有啊。这里直接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保存。OK， 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产品就已经上架了。那接下来呢，你的商店呢，你也可以稍微的给它装修一下。我们这里点击这个在线商店，这里呢有一个模板啊，就点这个在线商店下面有个模板，可以看一下啊，这个里面呢常用的免费模板啊，这下面这些模板它都是免费的。我们作为新手呢，刚开始我们要节约成本哈，能不付钱的我们都不需要付钱啊。这里你喜欢哪一个模板啊？比如说我喜欢这个啊，把它添加一下，点击这个添加。添加好之后呢，它就会直接安装哈。安装好之后呢，就能看到一个默认的一个模板，可以看到这里正在安装模板。OK， 这里呢已经安装好了。安装好之后呢，我们点击后面这里有一个自定义，我们点这个啊，点鼠标中间的这个滑动键啊，在一个新窗口打开，它会带我们来到这个一个装修的一个页面。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给你的主页呢稍微给它装修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首页。那这上面呢，我们的一个菜单栏，首页的一个分类，这边呢还有一个联系方式，最好呢是在我们的首页啊，这里有一个关于我们啊，这里可以点开看一下啊，你点一下，它现在呢是有啊，但是这里我们需要来把它完善一下，修改一下。那么这里如果说你想要什么页面啊，这里面没有也是可以添加的。我们这里可以回到我们的后台来添加这个页面。我们点击这个销售渠道下面，这里有个页面，这里有个添加页面，鼠标回到右边，这里有个添加页面。那因为我们去申请这个水信银行啊，它需要审核，审核呢，你的网站呢最基础的还是要有最基础的一些页面呢，还是要有的。比如说联系我们，关于我们这些最基本的这些页面啊，我们必须要有。这里比如说你可以写成一个联系我们的这个页面哈，我这里想要什么内容你可以直接让 AI 给你生成你也可以用 GPT 哈，比如说你的公司做什么的，你让它给你写，这个写的不够好，我们还是用 GPT 吧。我的独立站是做护肤品的，帮我写一个联系我们的页面内容让他写一个关于联系我们的页面内容。 GPT 写出来的会更加的好。那这里它有我们的联系方式包括还有可以在线留言这些等等，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复制下来粘贴到这个内容里面，这里直接点击一个保存。那如果说你不想要中文的这里你可以直接让它帮你翻译成一个英文也是没有问题。那么这里一个联系我们页面呢就已经加好了。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个页面在我们点击一个刷新键，来到首页。那么我们来到装修页面之后呢，把我们刚才加的这个页面呢，把它添加到我们的首页这上面的这个区域这里呢，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个标头我们点这个标头。那么我们鼠标点了标头之后呢，那这个时候呢，把我们的鼠标移到右边这里右边这边是编辑的一个页面。这里找到第二个选择选择这第二个选择，这里有个菜单，菜单在后面呢有一个倒三角有一个往上一个往下的，我们点一下找到里面这个编辑按钮。
这个时候它会跳转到我们的一个后台，这里点击添加菜单项我们点这个这里输入一个标签，下面输入在这里输入一个联系我们，鼠标往下这里有个链接，我们点一下这里我们要把它链接到哪个页面这里有一个页面我们点一下这个三角，这里有个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联系我们的页面，我们点一下，直接联系到这个页面就可以了。直接这里点击一个保存，可以看到这里呢显示已更新菜单这个时候再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这儿我们点击刷新一下 ，OK， 这里刷新好了，可以看到联系我们就已经添加到我们的菜单栏里面来了。当然这个上面呢，你还可以在这上面再加一些内容再添加一些页面进来，方法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你可以再加一些什么隐私政策呀、退货政策呀等等这些。其实首页的装修非常的简单这个 Shopify 呢，基本上它都有固定的一些模块你只要把这些模块呢稍微给它改变一下比如说图片这些呢，你可以看到这里你选中你的鼠标点中这个图片之后呢，可以看到这里选择，你可以替换这张图片，比如说我们这里选择第一张图片选一下，那我点击这里一个添加图片，你可以提前准备好你的图片，在这里我放一张我这里只是演示一下，放一张美女图片进来，这里它直接帮我们勾选好了，这里我们直接点一个完成 ，OK 看一下这里图片就已经更换成功了。那接下来呢，这个文字也是一样，你点一下这个文字之后呢，在这里比如说我再加一个小鱼儿看一下这个小鱼儿就加进来了我们在这里选中之后，在右侧这里来改标题大小，这里可以看到有个大中小，你要特大的特大号都可以。这些文字部分你想改哪个地方你就选中哪一个区域每一个区域都是有你选中之后呢，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绿色的一个框把它框起来了，就证明你已经选中了。选中之后呢，你回到这个右边来改就可以了。那这个下面你觉得这个页面太简单了，你想再添加一些页面也是可以的，你可以鼠标回到左侧栏，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添加分区这里呢中间的模块你可以添加分区，那我们的页脚下面这里呢，你也可以添加分区，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中间这个模块这里添加一个分区，点击这个添加分区，那它里面呢有非常多的一些内置的一些好了的一些模块，比如说这里一个特色产品，那么当你的鼠标放到这个上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有对应的一个显示的一个图片它是怎么样显示的特色图片就是这样特色图片呢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图片加一个文字，产品系列呢可以看一下这里一个副文本带文本的图片是这个样子的每一个这里都有一个对应的一个样子，你可以看一下这里多行，比如说可折叠的这里电子邮件信息联系表单这里视频、博客文章等等，那这些页面都可以添加。比如说我这里简单的加一个多行，点一个添加 ，OK 看一下，那这个区域呢它就加进来了。那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PC 端的一个效果，你可以看到鼠标来到这个右侧上方，这个是台式电脑的一个效果这个呢是移动这个是我们手机设备上面的一个效果，你也可以看到它是这个样子的。这里呢两种效果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你想装修一下手机端，你也可以这样点进来看一下大小呢这些都是可以调整的回到我们的这个 PC 端。这呢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讲解一下那之前呢，那我也有做过一期详细的 Shopify 的一个首页一个我们的一个主题搭建我们的主题装修怎么装修，有非常详细的一期教程。大家呢可以打开我的频道，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期，这里2024这个独立站的一个教程，从入门到精通。那么这里我也会把这个相关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有想要好好的学习这个装修的，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视频。回到这里呢 Shopify 的一个注册链接3天试用的链接呢，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大家可以去直接点击打开。那当我们的这个网站搭建好了之后呢，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右上角的保存按钮就可以了。因为今天我们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来生成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它的目的是用于我们去申请一个水星银行的一个审核。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来搭建一下接下来这里上面有一个左上角，这里有个退出，我们点击这个退出。这个我们的主题里面呢，大家可以尽量去完善一下就可以了接下来是不是我们的网站搭建好了就可以直接
上线了啦，不是这样子，还有一步需要操作一下，那我们的这个网站别人呢才能进行一个正常的访问啊。这里你可以看到模板，我们同样鼠标回到左边，这里一个模板啊，这里来到模板这个地方啊，你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锁，你的在线商店受密码保护。那这里我们需要把这个解除掉啊，我们点击后面这里有一个管理密码，有个删除密码，我们这里就直接点击这个删除密码。 OK， 这里删除好了。删除好了之后呢，它这里已经可以看到，鼠标看到这里，那在线商店已向所有人开放，这里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商店了。我们的密码呢就已经删除了啊，所有人都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接下来我们可以来预览一下我们的网站啊，鼠标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查看你的商店，我们点击打开。OK，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目前我们的一个商店的一个页面，看一下啊，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们鼠标回到左上角啊，最顶上这里，那这个就是一个域名啊，这个上面呢就是一个域名，就是一个网站的一个链接啊。它看起来啊，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它非常的不专业。那么它呢是基于 Shopify 下面的一个2级域名，这个域名啊真的非常的不专业。那么正常的域名呢，我们要把它改成我们公司的一个域名，比如说小鱼儿啦，比如说啊这种.com 你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域名，我们可以注册一个公司的域名。那我们在注册域名的时候呢，那这个公司这个域名的注册人呢，一定要写我们公司的名字啊，方便到时候这个水星银行呢来查我们的域名的信息，至少它是我们公司的信息哈。那么这个该怎么做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设置一下啊，来注册一个域名。那么我们还是回到 Shopify 的后台，来到后台之后呢，我们鼠标拉到底站左侧的最底部，这里有个设置，点开。那这里呢，我们域名啊，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域名，点击这个域名，这里可以看到有2个选择啊，你可以购买新域名，也可以连接你现有的域名。你如果有的话，你就直接连接啊；没有的话，就点击这里啊，购买新域名。那接下来你可以在这里面输入你想要的一个域名的名字进行搜索啊，比如说我这里输入一个，把键盘给它切换到英文啊，比如说小鱼儿.com， 那可以看到啊，它这个下面呢就会跳出来啊。如果说没有人使用你的这个名字，你下面你就能看到下面它的一些域名就已经跳出来了。那可以看到它的价格啊，这里它是$16一年啊，下面有18的，有15的哈。首年是多少，后面又是多少钱一年啊？这都是一个域名，这下面都有。这里呢，它是每年是自动续费的，而下次续费的这个时间呢，这里大家可以记一下。比如说我选这个哈，就选这个，点击一个购买，这里它就会跳出来，下次将于2025年12月18号呢就要进行一个续费。这个续订时间呢，大家可以找一个笔记本把它记下来。再往下呢，这里填入你的一个填上你们法人的一个名字啊，填上名称啊，这里的商店名称这里填一下。那这个商店的名称就填你们公司的名字。下面这里的电话号码填一下。那这里的电话号码呢，不要用中国的哈，就直接用美国的，选择美国的。那这里地区的话也选择美国哈，这里直接找到美国这个地区哈，一定要把它选成美国，地址呢也要填美国的。刚才我们前面去申请了这个西北公司，它会给我们提供公司的地址啊，包括这下面公寓的房间号等等，它都会给我们提供。这些的话都要一一的对上啊，全部填好之后呢，鼠标往下拉，这里点击购买域名就可以了。这里全部填好之后，把它连接到你的一个店铺就可以了啊。那这些你按照步骤走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那好，后面啊，你再去申请水星银行的时候呢，你就把刚才购买的这个域名啊，给它填进去。那么他们打开你的网站，大概就会看到啊，是看到这样的一个页面，就是你的 Shopify 的这个网站。但是在这个提交信息之前啊，再给大家讲一下啊，你稍微把里面的信息呢完善一下就可以了。不管是用 Shopify 搭建的了，还是用这个 Hostinger 搭建的啊 ，WordPress 搭建的，这2种方案呢都是可以的啊。大家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呢来进行一个操作。当你的网站准备好了以后呢，那接下来呢就可以来到水星银行。水星银行的链接呢，我也放在了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啊，相关所有的链接都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啊都能找到。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注册你的企业银行账户了。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这里有一个注册啊，英文不好的朋友呢，可以打开这个沉浸式翻译。我们点击这个右上角的这个开设账户。开户的话是需要填入你真实的法人的姓和名啊，你的姓名。第一个呢是填名，第二个呢是填姓。那这里呢都要用一个英文来填写。这里呢我就随意的填写一下。接下来这里填入你的邮箱号码，下面的话输入一个密码，在这里点击申请。接下来呢，这里他问你贵公司的名称是什么，这里就要填入我们前面在西北公司注册的一个公司的名字啊，这里就填那个名字哈。填好之后呢，就点击下一步。这里呢，它让你再设置一个呼号啊，水星呼号，方便以后个性化你的一个账单、转发电子邮件等等。那这个呢，它不会出现在报表里面啊，所以说没有什么关系啊，你填一个你自己记得住的就可以了。好了，这我们就点击下一步。那么他问你的公司是否符合以下任何一项，这里呢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你不要去选什么成人娱乐业务，也不要去选什么互联网赌博企业等等，我们选择一家正常的公司就可以了啊。这我们选择第二个啊，一家上市公司。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公开的一个贸易公司。我们点击下一步。接下来他问你需要申请水星银行的哪些业务啊，它这个下面的业务很多啊，有这几个选项。第一个比如说支票和储存，第二个信用卡，第三个账单支付，第四发票，第五个报销，第六个运营资金。那如果说你需要它的一个信用卡，你把这个信用卡呢也给它勾上。温馨提示，其实申请一张信用卡呢还是有必要的，也是有用的哈。因为我们要在注册这个亚马逊美国站的时候呢，在最后一步我们是需要有一个美国的银行卡来支付我们亚马逊的一个月租月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水星银行的信用卡来进行一个支付。那这一点大家记住啊，就把它这里一定要记得要把它选上，勾选上。下面这个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勾选上。这里我们点击下一步。那这里他问你是否雇佣了以下人员，我们选择第一个点击下一步。他问你是否筹集了外部资金这儿呢我们目前没有筹备资金的一个计划，我们选这个，点下一步。接下来呢就需要填入我们公司的信息联系人的信息，股东的一些信息，还有我们公司的一些文件。那这里面呢我们都要逐一去进行一个填写。第一个的话就是填你公司的名称，法定公司的名称。这里再重申一遍这儿就填我们在注册西北公司注册的一个公司的这个名字。这里他问你公司有没有 DBA 一个经营名称，这儿没有的话我们这里就先不用去勾。接下来呢，公司注册国家，这里我们点这个倒三角选一下，那么我们就选一个美国因为我们是在美国成立的这个公司。好，接下来这里我们需要一个美国的电话号码。那如果说你没有的话，可以来办一张美国的一个银行卡，非常的便宜，申请一张美国的一个手机卡。这里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你也可以去淘宝搜索这个也在淘宝上面呢也有卖的购买的话也是非常的方便其实现在搞定一张美国的手机卡是非常的方便。像这样的一个美国手机卡的话，平台很多大家可以根据你的情况呢，你们可以去找一下，也不一定非要用这个平台其他的平台也是可以的。那如果说你想在这里填一个中国的一个手机号码，你在这填一个中国的手机号呢也可以接下来这里要输入你一个 EIN， 这里西北公司呢注册下来以后他把我们的一个 EIN 呢也申请好了到时候直接填到这里就可以了。这里的话我就随便填一个。那这儿大家一定按照你真实的来填接下来就是一个公司的一个网址网站，这里呢就需要把我们搭建好的网站的网址给它输入到这个里面来。比如说小鱼儿的这个，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属于自己公司品牌的一个域名一个网址。这里呢我们就把这个网址来给它添加到这个里面来。接下来呢是你的一个公司类型，那么也就是为什么要让大家在注册这个水星银行之前呢，一定要去搭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网站你们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网站接下来这里是一个公司的类型，这里还是选择第一个
有限责任公司。这里行业的话，你可以根据你的行业来进行一个填写。那你是做什么的，你就填什么哈，如实填写就可以了。接下来呢，这里需要我们公司的一个简介，这个不会的情况下呢，你也可以把它交给 AI。那么这个公司简介，如果说你不会写的话，我们也可以交给 AI。那么这里我们就来到 GPT 哈，那这个我们怎么样让它跟我们为了得到我们更精确的一个答案，这儿我们可以给它截个图，我们把这个图片截下来，直接把它粘贴到这个里面。那粘贴之后呢，我们给一个这样的提示语给他，我的公司是做护肤品的，让他帮我写一个简介。 OK， 这里点击一个发送，这里就让他帮我们写就可以了。我们这里先回到这边来，再次讲一下上面这个公司网站的一个重要性你公司的一个网址的一个重要性。为什么叫大家呢，在这个申请这个水信银行之前呢，一定要把你公司的网站做好。那这一步非常的关键。有很多人呢，在注册这个水信银行的时候呢，没有办法通过风控的一个原因呢，是你可能没有提交你公司的网站。所以说为了证明我们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公司不是一个空壳公司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前呢把你的公司的域名来注册好。那这个注册域名呢，这个 Hostinger 就可以使用这个 Hostinger 的这个网站来解决快速的解决你的这个域名以及你的主机的问题来搭建一个属于你的一个公司的一个网站。另外呢，我也建议大家，那你在购买这个公司域名的时候呢，建议你使用公司的名义进行一个购买购买凭证呢可以证明域名属于公司所有对于我们通过这个水信银行呢，通过水信银行的一个风控审核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用你的公司的网站的域名所有权一定要填写上你公司的名字把这个域名里面加上你公司的名字。比如说我的网站呢已经创建好了，搭建好了，我就直接把我的这个域名给它复制过来粘贴到这个里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GPT 呢有没有生成好。那这里已经生成好了，我们让它翻译成英文OK， 这里我们把它复制过来，来到水信银行把它粘贴进来。这里前面改成你公司的名字比如说我这里就改成一个小鱼儿。这里呢字不要太多了这里呢只能在它这个规定的字数之内，超了呢也是不行的这里可以根据你的公司的情况来进行一个描述比如说你是卖什么服装的呀，或者说你是卖什么文具之类的呢，你就来改一下你的这个提示语就可以了。你也可以描述一下你的公司具体是销售什么产品的。这里呢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个销售的产品呢，这样可以让水信银行呢更加清楚了解我们的一个业务范围。因为现在水信银行申请的人你看他告诉我已经超了299个字符，申请水信银行的人呢比原来多了很多这些每个信息呢我们都要写的准确一点。这里呢建议你用GPT 比我们写的更加的专业，这个太长了，我们叫它再短一点，点击个发送。那可以看到其实 GPT 呢它有一个识图的能力我这里用的是 GPT-4o 的一个模型，它可以识别到我们的图的一个内容，给我们一个非常精确的答案非常的方便。如果说你还在使用的是一个 GPT 的一个 3.5 的一个免费版本建议你呢可以升级一下，把它升级到一个 GPT-4o因为免费版本呢它是不可以它是没有这样一个识图功能。现在升级这个 GPT 付费版的话，如果说你是国内的一个银行卡，你去升级的话它是不支持的。如果说你有一个国外的一个银行卡一个虚拟卡就可以。这里呢就你需要有一张国外的一个银行卡。那没有的朋友呢，我们可以来申请一张国外的一个虚拟银行卡，比如说这个 Wirecard。第一次进来呢，它的界面呢，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里面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你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来申请一张国外的一个虚拟银行卡。有了这张银行卡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升级我们的一个 ChatGPT 升级我们的 Midjourney 以及等等其他。可以看到它这里支持的一个范围很多，它的服务很多。很多国外的一些网站的服务都可以用这张卡来进行一个支付会员。接下来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一个立即体验，点进来。这里呢有2种第一种是支付会员，第二种是随心用我们就选这个立即开通 Order 的一个支付会员，点它。
点一个继续开通。这里 order 的一个相关链接呢，我也放在了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哈，大家可以去打开跟着一起来看一下。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收费标准一年是 11.99 一年，那么它的一年的充值手续费呢是 3.5%， 提现手续费呢是0。那么这张卡的话只可以用来充值我们的一些网站的一些会员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你想用它来支付一个亚马逊的月费月租的话，那这张卡它是不支持使用不了的。我们只是用来充值我们的，这里可以看到 ChatGPT 一键升级，这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开通会员。那这里呢，输入你的一个手机号的一个验证码，点击一个提交注册。这里呢，它会让你输入一个邀请码。这里呢，你可以输入我的邀请码我这里呢，我也会把这个邀请码呢贴在屏幕上面以及描述栏、评论区呢，大家都能找到。这里提交了，你就已经注册成功了。那你跟着它的步骤你就可以申请到一个国外的一张虚拟银行卡。那你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用处，来升级一下这些会员是没有问题的。你也可以不用暂时也可以不用实名。有了这张卡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升级到我们的一个 GPT Plus 会员。你可以点击这里可以看到GPT 呢一键升级。这里可以升级的计划过后呢，付费付费的时候呢，这里呢你就点 GPT 一键升级，可以看到这里开通好了之后呢，来到我们的 GPT 的页面这里你点击右上角这个头像这里有个升级套餐你去升级一下就 OK 了。先升级再付费，最后呢用这张虚拟银行卡支付就 OK 了。OK， 言归正传回到我们刚才的这里，因为有很多朋友呢不知道怎么样去升级所以我这里呢额外的讲了一点。这里他帮我缩短了之后，我把它再复制一下再次回到水星银行，这里太长了，我们把它缩短了。OK， 那这样就可以了。前面这里记得改成你公司的名字。那下面问你有没有主要投资者，这我们不用管它，我们直接点下一步。这里就是他问你填写你的一个公司地址。这里呢，它是需要填写我们的实际的一个地址。那这个地址的话，可以来帮我们接收文件。这里我们只需要回到西北公司你注册好了美国公司之后呢，它会给你提供地址。我们把相关的这个地址呢，给它填到这里来就可以了。那么你大部分的工作在哪里进行呢？下面呢也同样还是填这个上面的一样的地址，美国的地址。这儿他也说了，可以看到他说这里也可以是国际地址，你也可以填你中国的地址。填好以后呢，我们这里点击下一步。这里呢需要填入你公司的一些信息，他这里让你提供你自己和你在公司中至少拥有 25% 股份的任何人的详细信息，法定名字、法定姓氏这些填一下。那么这里呢，它会默认把我们之前的信息给填进来，那我们直接用它就可以了。那这里职称看一下职称你可以点击这个倒三角，你比如说可以选择一个 CEO， 这些都可以，或者创始人，那么这些都行。你所占的一个比例这里你可以看一下，你比如说你可以填个100%，25%以上都可以可以看到它这里有要求拥有25%以上都可以。接下来我们就点这里一个继续。这里呢，他问你的一个公民身份，这儿我们选一下不是美国的我们就这里非居民。接下来填一下你的一个个人电话你这里勾选一下个人电话与这个商务电话相同填一下你的出生年月日，这些就填你的一些真实信息那这套的话，家庭地址的话也可以是中国的地址你可以选择中国，那也可以是这个商业的地址你自己看一下怎么填。接下来这里需要验证一下身份，这里你可以点击这个验证身份。这里呢，你可能需要用你的手机拿出来用你的扫码把这里呢扫一下，再拍一下你的护照的照片。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在申请这个银行的时候你需要把你的护照呢给提前办好。这里就点击这里一个发送短信，拿起你的手机扫描这个码在手机上面完成这个扫脸完成这个护照信息的一个提交就可以了。那再往下是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链接，有的话你就填进来没有就不用填了，这里就选择下一个。那这里需要提交你公司的一个文件上传，可以看到这里需要点击上传你公司在美国曾经的一个历史
还有签发的一个文件，公司的章程，可以看到这里啊，公司章程、组织成立证书，你直接去回到这个西北公司的后台呢，直接去下载下来啊，把它上传进来就可以了。那再往下呢是你的一个 EIN， 也把它给一起上传进来。这里呢可以看到，请上传什么样的表格啊？它这里有告诉我们，要清晰可见你的 EIN， 按要求来填哈。我们这里就把它2样文件拖进来之后，点击下一步，它会问你看啊，你会在国际上汇款和收款吗？那么我们选择是的。这里呢，你预计发送和接收的前3种货币是什么？那么你是哪几种货币？比如说美元、欧元或者人民币啊？对，就这几样。你需要哪几种货币啊？你就添加进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勾选。那么你预计每月可以发送或接收多少货币的一个金额是多少？那这里你可以点这个倒三角，它有个选择，比如说10万到100万。好，这里填好之后呢，我们又点下一步。那这里问你，你目前在美国有员工、投资者、客户、供应商或地点吗？这儿我们选择是的。所以说我们这里在制作来申请这个水星银行之前呢，就一定要做一个你企业的一个网站这里呢，他问你目前有哪些操作，你这里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填写那么你选好之后呢，这下面他会问你你的供应商比如说你选你的员工他也会根据你的选择来提供一些相应的问题。他问你通常如何接受付款，你预计该账户会留下哪些其他类型的交易。那么这里可以如实填写一下比如说亚马逊的，或者说进行供应商的一个货款。这里的话你可以写一下如果不知道怎么写的话，同样我们也可以把它截图下来来到 GPT把这个图发给 GPT这里我应该怎么填写，或者说我准备做亚马逊电商，帮我写一下怎么回复，点击一个发送。 GPT 它识图真的非常的快，它会根据这个提问来帮我们回答。那看一下看他问我们，你通常如何接受付款，你预计该账户会留下哪些其他类型的交易。 OK， 他看到我们通常会通过以下几个方式付款。那么这里直接让它翻译成英文。现在有了这个 GPT 之后真的可以帮我们节省很多时间。那这儿呢，你根据这个相关内容你去大概的改一下就可以了，复制一下把它粘贴到这个下面。再往下可以看到，你认为你将从你的银行账户里面用于哪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将记下这些内容，以减少以后的潜在随访。这里你可以选一下，根据你的情况来选一下这个字太多了，也要删除一点。 OK， 这里全部填完之后呢，就直接提交你的审核就可以了。那么这里呢，如果说到时候有问题比如说遇到一些什么所有权的问题你可以点击这个返回再点击这个返回哪个地方又有问题你就来改哪里就可以了。这里我只是演示所以很多地方我都是填得很随意的，因为我不是真的要去申请只是给大家演示。中间呢需要手机拍照验证护照的那你一定要拍你自己的去进行一个验证这个大家自己去操作按照要求去提交申请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这里提交之后呢，大概需要等待几个工作日因为周末的话他们也是不会上班的所以周末可能你等的时间要多2天通过之后呢，银行它就会通过我们的邮箱呢给我们发送邮件如果说有时候到时候有需要一些补充一些资料的，或者说需要提交的它会对你的网站的一个控制权需要提交。我们这个之前不是这里已经申请了网站它可能是需要你告诉他你拥有这个网站的一个控制权所以说在我们注册网站域名的时候呢，在这个上面一定要用上你公司的品牌的一个名称来进行一个注册，我们根据它的要求呢进行一个操作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亚马逊美国站注册的这里的注册的一个链接呢，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里。在这个注册之前呢，有一步呢也是非常的关键，我们需要使用美国的 IP 来申请美国的一个亚马逊店。接下来呢，建议大家立马把你的 IP 呢换成美国的 IP， 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而且的话需要在全局的模式下打开 IP 换成一个美国 IP， 那么就可以来
亚马逊美国店铺进行一个注册。那这里所有的相关链接呢，我都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大家可以去点击打开来进行一个注册。那你还没有账号创建一个亚马逊的账号，我们就到这里来直接来注册一个账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注册一个亚马逊账号，相关链接都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那我们这里直接点击这里一个注册，接下来这里大家可以把这个翻译打开，这里呢，它让你输入在亚马逊上销售商品的电子邮件或手机号码这里呢，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电子邮件。那这里呢，因为我们是新手我们直接点击下面这个，我这里给大家翻译一下，我们直接点击创建你的亚马逊账户因为我们是一个新手，点这个按钮。那接下来呢，它让你填上你的姓名你的姓名呢，你的名在前，姓在后再填入你的一个电子邮箱。这里呢，我们再设置一个密码，这里再重新输入一下你的密码再点击下一步。这里它告诉我们要验证一下电子邮件位置这里我们打开我们的邮箱，找到这个邮件，我们把这个码复制一下，回到刚才这里，把它输入到这个里面，点击创建你的亚马逊账户。接下来呢，它需要一个2步验证。那么这里呢，它要验证一下你的手机号码。那这里的话，你一定要填一个你美国的一个手机号码，没有的朋友呢，可以去购买一个。那么输入信息之后呢，接着往下操作就可以了。那这里注册呢它分5步注册。那这里呢，选择你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点击这个去任意位置呢去注册。如果你有亚马逊买家你有买家账户，也可以使用相同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创建密码输入电子密码地址和密码，点击下一步。那如果说你没有亚马逊买家的账户，希望使用不同的凭证创建销售账户，那就点击创建你的一个亚马逊账户然后输入你的这里名字、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就点击下一步这个我们刚才都已经操作过了。接下来呢，就要提供你的公司的一些信息。那么你注册的时候，第一类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你的业务你的公司住址你的国家，你是个人身份还是企业，还是以其他方式成立的这些你选一下。你的业务类型看一下你是属于哪种上市的还是私营的还是慈善的。公司的名称在这里面输入你的，我们前面用这个西北公司注册的这个美国公司的名字把它输入进去。公司注册的号码，输入你的一个注册号码，唯一识别与你的雇主识别号 EIN 要输入一下。那这个在注册西北公司，我们去注册美国公司的时候呢，它就会告诉我们到时候你这个可以联系西北公司公司注册地址输入营业执照上显示的地址。那这个呢这个地址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找这个西北公司，它会给我们一个地址。电话号码这里要输入写上你的电话号码。那么第2步这里就是提供买家的信息。接下来要提供的信息可能帮助你将确定为贵公司的主要联系人，就是你是这个公司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联系人。第2步他这里告诉我们，在第3步的时候，你要提供有关贵公司用于接收亚马逊付款的银行账户信息。那该账户呢，必须以你的名义和贵公司的名义开立。我们刚才用水星银行去申请的这个银行账户，所以这里呢，我们必须要拥有一个美国的一个银行账户，并且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水星银行呢，去获得一张这个美国的信用卡。到时候呢，你也可以消费一下有一些账单的信息。这里呢这里告诉我们第2步我们这里需要一个按照政府签发的身份证件比如说护照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要提前去办一个护照，要输入你的法定全名、你的国籍、你的出生地你的出生日期、居住地址这些按时填写接下来呢，就是提供你的电话号码有必要的话可以添加一下其他的号码。最后呢，注明一下你是企业的受益所有人，还是企业的法人代表，还是兼具这2个身份。这里呢，每完成一项呢，大家一定要慎重的填写，不要填写错误一定要把它检查清楚，确保核对一下信息无误之后呢，我们再提交到下一步。那这里如果说你遇到一些问题拿不准的，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它有告诉我们这里一些常见的问题你可以点进来看一下。那么第3步就是提供账单地址。接下来你需要输入你的银行和信用卡的信息。那么我们使用这些详细信息来处理
付款和费用。这个就是之前给大家讲了，为什么我们在申请这个水星银行的时候呢，我们要去申请一张这个信用卡，因为我们在注册这个亚马逊站的时候呢，是需要有一张信用卡。那么我们呢，申请下来之后呢，可以去消费一下。那消费之后呢，才会出现一些账单的信息所以呢，提前做好这些准备工作。那么这里也有个常见问题我应该使用什么银行账户持有人名称？那我是否需要美国银行账户？我可以使用哪些类型的信用卡这些问题你都可以看一下。那么第4步呢，就是提供商城和商品信息。那么这里呢，它告诉我们提供付款信息后呢，你需要输入希望企业在这个亚马逊商城显示的名称，就是我们的一个注册美国公司的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呢，也可以称之为店铺就是我们的一个店铺名称。那它呢，将在你的每个商品以及你的公开卖家资料中向买家显示我们的一个商店名称。那么系统呢，还会提示你提供以下相关信息，比如说商品的编码、企业的认证、制造商或品牌的一个状况。那下面呢，也有一些常见问题，你可以看一下。那第5步呢，就是验证你的身份。提交店铺信息后呢，系统将提示你上传以下文件政府签发的一个身份证件，最近180天内开具的居住地址和公司地址证明，如银行或信用卡对账单这个就是为什么叫大家呢一定要先去有了这个信用卡之后要去消费一下呢，你才会有一个账单。那么接下来呢，系统将提示你执行以下操作之一就会让你要你认证一下拍摄你的一个免冠照片和政府签发的身份证件照片到时候可能是需要你认证一下比如说眨眨眼点点头之类的来进行一个认证。现在呢，其实比之前已经简单了很多了。以前是一个视频会议验证会非常的复杂，并且现在你可以看到它没有任何的口语的要求，你只需要配合完成它的一个一些条件就可以了。这里你可以看到，第2，与亚马逊客服专员进行视频通话或预约视频通话，你应在通话时出示政府签发的身份证件和居住地址证明。那么这些都是需要准备的。他说过这里系统将提示你执行以下操作之一。那么这2项它可能会任选一项你可以选择这个上面这个拍摄你的一个身份证件进行一个去认证。那接下来呢你可能会收到一封邮件，它会告诉你你那里提交的信息已经审核通过了。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的邮箱，它大概会你收到这封邮件呢，它会告诉你你的账号呢已经注册成功了现在的话你可以登录你的一个亚马逊后台来激活你的亚马逊店铺。或者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你在注册到最后的时候，亚马逊呢它可能会随机的触发一个明信片的一个验证，但是这个呢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碰到那如果说触发了，它会寄一张明信片到你的注册时填写的一个地址，而你呢需要确保这个地址它是有效的邮件，能够收到这个明信片。那如果这个明信片呢里面会包含一个验证码，它会发给你，你只需要在系统里面输入这个验证码，提交完成这个验证就 OK 了。OK， 这里你可以看到配置你的账户并开始销售。那完成卖家注册后，你将能够访问卖家平台，这是你的销售账单这是你的销售账户中心。那开始这个销售之前呢，请确保为自己的企业配置销售账户如果你需要帮手来执行某些任务，请考虑添加其他用户。这里呢，它还会给你一些相关的一些教程了解如何在亚马逊开店。那么这个呢，你也可以点进去看，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它写的非常的详细。注册成功之后呢，你登录你的一个亚马逊账号就可以了。但是呢，登录之前我们一定要用美国的 IP。这儿我推荐大家呢可以使用知了的浏览器，这一步呢也是非常重要这一步呢也非常的简单。那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电脑上呢去安装一个这个知了浏览器，这里有一个产品下载，你点击下载就可以。那知了浏览器呢，它的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大家可以打开来先下载一个知了浏览器。这个知了浏览器有什么用呢？它非常的厉害
那么它已经超过有92%的大卖家呢都在使用这个系统。那它可以给我们的美国的 IP 地址，那么它可以给我们的美国的 IP 地址呢，可以通过通过这个浏览器的话，可以来管理我们国外的很多平台，比如说亚马逊、推个 Talk、eBay 等等，你能想到的一些平台呢，都可以通过这个浏览器来帮我们进行一个管理，非常的方便建议大家呢一定要下载一个这样的一个浏览器来用一下。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就直接点击这个产品下载，点这个产品下载，这里有一个立即下载，把它下载到安装到你的电脑上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如果说你用的是美国公司注册的亚马逊美国站的话，那它是需要一个美国的 IP， 下载到电脑上安装好以后呢，你可以来注册一下注册一个，这里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立刻下载。这下面有几种下载方式比如说你要下载这个苹果版的PC 版的这里还有一个其他版本，这里还有个手机版的都可以手机扫码就可以。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多店铺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解决方案，而且的话它不会串号那你通过一台的设备它可以管理多个平台可以管理多个账户，非常的方便，并且呢它可以自动的帮你登录允许多人多端进行店铺的一个登录功能，允许多人进行一个店铺的一个登录。那功能的话可以看一下这里的核心功能非常的多。总之如果说你做跨境电商，那就选择用它因为用它的人太多了，它可以帮我们减轻很多一些工作帮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利益它可以帮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好处。这里可以看到它支持的多平台管理比如说亚马逊、沃尔玛eBay、速卖通这个还有 Shopify 等等100家的一个电商平台，那么都是支持的可以多平台管理，多账号安全管理。那这里呢，我们下载到电脑之后呢，我们要来购买一下它的设备，我们需要购买一下它的设备。进来之后我们需要购买一下它的设备。那这里你可以点击看一下它的一些平台，你选好之后，这里呢我们就选这个云主机选这个阿里云就可以了。阿里云的话它稍微便宜一点。住宅的话我们需要选择一个静态住宅。那地址的话选择美国美国的话在下面你可以搜一下随便选一个就可以了，这个没关系只要是美国的 IP 地址就可以了。那这个是云主机的一个类型，你可以选一个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一个，因为它的套餐很多不同的套餐呢它的价位呢是不一样的。总之在下面的话必须是支持亚马逊才可以那这里呢我们下载好这个直鸟浏览器之后呢，这里注册一下的账号这里输入你的手机号填入你的一个短信验证码。这里呢我也会把相关的这个邀请码放在视频下方直鸟浏览器的一个链接呢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来进行一个下载注册。进来之后呢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购买设备，我们点这里一个立即购买。那这里我们就选择第一个阿里云就可以了，稍微便宜一点。这里住宅我们选这个静态住宅，地址的话这里我们选美国，在下面的话就随便选一个就可以了云主机的类型的话你可以选一个不同的套餐呢价格不同你可以选一个。总之呢它要支持这个亚马逊才可以这儿我就选第一个。接下来你要购买的时长，比如说1个月、3个月或者6个月这里看一下。那如果说你想要先来尝试一下，你可以先买1个月。那如果说你稳定了之后呢，你可以选择6个月或者12个月你买的越久，可以看它送的天数越多算下来就更便宜。接下来呢，这里就提交订单去付款就可以了。付款的话，可以看到这里呢，你可以用支付宝付款，也可以用微信付款，国内的伙伴这个都可以。那这个时候你用支付宝的话，你就拿出你的手机支付宝来扫码进行一个支付就可以了。那购买成功之后呢，那设备呢会在5到30分钟以内呢，完成一个分配你就去添加你的账号就可以了。这里点击一个账号管理，
这里就点这个添加账号。这里如果说你已经有了，你可以直接来选择你的平台。这里有个第一个是所属平台，那比如说这里我们就直接选一个亚马逊，选一个美国，输入你的这个账号名称，这里呢输入一下你的亚马逊账号啊，登录一下，直接点击这个下一步就可以了，登录一下就可以了啊。这个就是注册亚马逊美国站的一个全部流程。那么希望对我们想要做跨境电商的朋友呢能够有所帮助。那本期视频呢提到了非常多的一个工具链接啊，这里呢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有需要的朋友呢直接去评论区描述栏去打开展开按钮呢就能找到相关的一些链接。那么我有问题呢也可以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学习。那这个亚马逊平台对美国本土的一些商家呢，它的限制非常的宽松简单。那使用美国公司，那么这里呢我们使用美国公司来申请的亚马逊的账号呢，再开设一个美国的一个银行账户。那美国对商品整个流程，我们用西北公司呢来申请一个美国公司，那然后呢再用这个美国公司再去申请一个水星银行再用这个银行账户呢，最后呢来开设我们的一个亚马逊美国站这样就可以搭建我们的一个亚马逊商城。那么这个视频呢会有点长如果说朋友们一次看不完的话，建议你来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把它保存下来，可以反复的观看如果说你也对做跨境电商感兴趣，那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